戏做了这么久之后，终于开始正式的实际直播。来吧，二位先对着镜头跟我们的网易网友打个招呼。Hello， 网易哒哒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不可抗力》当中饰演小念的小白王博文。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可抗力》中饰演谢岩的孟瑞。好，大家好，我今天不是主持人啊。其实今天已经准备了很多问题，但是我第一个最想问的还是少爷对小白今天的发型怎么看？其实我觉得这不一样的风格嘛，因为他之前弄过白色的，然后我觉得他弄白色的蛮好看的。然后这是灰色啊，灰色，对，就是灰色这样灰色系的。就可以平时多换一点，就像我今天发型不也换了吗？对吧？其实我不是那个染的，也不是发蜡什么抓的，就是昨天一夜之间气白了头。为什么？他发了一个微博。就是那个老公的微博。我不知道是什么微博。反正就是不是特别喜欢的一条微博，我已经给他放在我微博里的黑名单了，所以我现在看不到他微博内容。为什么不喜欢那条微博？就是他太评论不行了，太多人叫了。不是，是因为他太乱。我不喜欢这样的人。就是好吧，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提问环节。那今天因为我们的采访总时长是严格卡在1个小时，虽然我们想做24小时的直播，所以你把责任丢给了我们是吧？本来你想做24个小时，然后我们只能做1个小时要走是吧？是想做你们的24个小时，因为如果做你们24小时直播的话，我们这样肯定没问题。好，我们现在目前是有17个问题，这17个问题基本上都是从微博上的网友筛选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提问。好，第一个问题想知道你们那天看完《不可抗力2》的感受，因为有人在少爷的微博上发现了多在床上一起看的关键词。他们怎么知道？所以先聊聊感受吧，看完《不可抗力2》的感受。互撕。看完之后，其实我是觉得，就对于影片来讲，然后看完之后还是蛮有感触的嘛。毕竟我们一起拍摄到现在，就所有的场景都历历在目，然后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碎片重组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当然有很多，我听说那天晚上有很多网友、书迷、粉丝们就会觉得说不够给力，不给劲儿，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好多东西都删减了嘛。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就如果是尊重这个是个作品的话，就看他的人物，看他的整个故事。那当然那些东西是加分的，但是没有也不失彩，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你们想看的总会有，对不对？总会有。对，总会有。可以留一个悬念，期待一下吧，会有一个惊喜的。那我建议我们把这段要反复多放几次。好，小白怎么看？我看完就，他是打了我。能再描述的详细点？他觉得就是第二部因为出现了一个人。然后他觉得我跟那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他生气，然后就打了我。其实我跟你讲，也不是这样讲，就是我是就一到他跟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人，我是真的变成了那个人，我是真的看不下去，不知道为什么。他想戏里戏外都这样。对，他要想那个，就是往前快进。但是我们两个一起看的嘛，我还是要尊重他，我就没快进。然后我发现他自己看的。当时也，你以为我看你跟那些人我就很开心吗？但我跟那些人就是剧情啊。你跟那些人势不两立吗？是吧？势不两立。好，那我们我们看完之后哭了。你们哭了？对，我哭了。那就是相当于是面对面的流下了眼泪，这样。没有，我们默默面对面，我们背对背流下了眼泪。卡帕。这个画面不要植入啊，不植入。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知道的是双方家长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因为我知道在《不可抗力1》就是那个《不可抗力之那个1》里面，少爷的妈妈看完之后，她觉得小白演技很好，当然你的演技也很好，然后你妈妈就是吗？你妈有夸我吗？我妈夸了啊，是吗？我妈说那个，这对 CP 的，我妈说那个小男孩傻乎乎的，因为你在戏里面就有点傻乎乎嘛。她说那个小男孩傻乎乎的，挺可爱的。我觉得你们两个演的都挺好的，因为我妈是看过我所有的戏的。所以他就是觉得这部戏他认为
就我所有戏里面演的最认真的一个，然后他也觉得释放最好的一个，因为他也是，他也别的戏不认真是吧？不是他觉得，给他的感觉，对对对，就更融入进去了，对是吧？对，然后他觉得挺好看的，就是对我动了真感情了，是吧？没有，是这样，我妈看完之后不见我了，没有，我妈看完之后就是说，比我想象的要好看。看一的时候，她就说比她想象就是要好看，然后她看完了就，哎，这就完了，还没看够，有这种感觉。然后我爸看完呢，因为我跟我妈一起就是在一起的时候给我妈看的，但是我爸是在家看的，单独看的，对他单独看的。看完之后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我演的不好，然后说他好，让我多向他学习，说我没有爆发力。我说你也是没看明白，我这个人也是没法有爆发力。但是他就是夸了他，然后说演得好，演得到位又帅什么的，然后就，这后来他妈妈来北京了嘛，就第一部结束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跟你讲过3、4次吧，起码有，你别，好儿。质量太差。然后后来我就说请他妈妈吃个饭，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是看完之前吃还是看完之后吃？我说看完之后吧，可能更融入一些。看完之后就同意了。然后看完之后就不理我，他妈不理，不想跟我吃饭。没有，我妈连我都没吃，她跟她闺蜜出去了，然后就回家了，根本都反正就没见到，我都没见到。那你父母看完2之后呢？2我妈还没看，我妈也没看。对，因为她有要在 APP 上那种嘛，就是他们有点不太会。对，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就回家了给她看，回家当面给她看。小白觉得，如果爸妈看完2之后，会不会对你的演技就觉得有提升？我妈也觉得我有进步，因为她之前也看过我演的其他的东西，她就觉得这部就是主要是有我带。对，可能是，就是觉得就是跟孟老师学了很多东西。你妈是这么说的吗？没有，你不是这么说的吗？对，不光是演技啊，各方面都。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会受影响的，就是对面的我是那种自己不太给自己，我很在意就是对手给我的感觉，就是对手给我的东西，我下意识的反应那个是最真实的，就是我还没有那么高的演技，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试戏或者什么之类的，对面你不是特别会演戏的，或者其他人给我打，我那个信念感没有那么强，我没有就说那个人就是那个人，我就会被他影响。所以说，他有刺激到我，然后让我去更相信我这个人，然后演得更真实。但是可能有的人，我去跟他搭戏的时候，给我的反应，可能我就会有的时候会受影响或者其他的东西。那我一般都怎么刺激你了？怎么刺激我呀？就是有一些眼神啊，有一些味道啊，然后有一些然后就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啊，刺激到我的三叉神经，然后你就会真实的做出反应，是吧？对。而且我知道，就有时候在拍戏之前肯定会反复的去试戏，就是先去试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时候都是慢慢的感情，慢慢的会投入。其实是也还好了。对，因为我们两个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是情感戏比较多，所以毕竟不是大的动作戏。如果动作戏的话，我们一定要求精准。对。但是我们情感戏的话，其实我们多了会假。对，我们蛮希望就当下那个一下子对呈现出来的就是最真实。对，有真实的反应，然后真实的情感，眼睛里流露出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粉丝们可以反复的看看这些画面。你能看到直播间的评论吗？可以，我现在一直在看。是吗？那他们有没有批评我的头发？没有，对啊，都说很好看，是吗？你看到了吗你？我好假呀你！看到了吗？你们的少爷就是这么假。帅，说少爷的眼神很有戏，然后对，基本上都是这样。对。好，那进入下一个问题。也是不耐烦了呢。就是有人啊，不是有很多粉丝都想知道，就是每次乌冬拉，就是乌冬拉灯之后，就是有爱的教育，当然有时候是拉灯，有时候是镜头突然往上，这爱的教育到底是什么？然后想看看现场版啊，现场版。其实那个乌冬他，因为我们的小助手啊，就黑马胖子是长期驻扎的，就是他也是最懂我们的一个小助手。但是确实是因为很多不可抗力的原因，就我们比如说到外地啊，黑马胖子不能及时跟到，然后我们的小助手就会有很多。那其实镜头表现的形式不一样，
像你说的拉灯，就是黑马胖子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你像我们家圆圆呢，就喜欢如果扬头就是翻白眼，他们用镜头表现的话就是这样。对，所以他们用镜头表表现的不一样。那具体你说拉灯这一块，我觉得拉灯过后那一块，拉灯之后应该就是单打独斗了吧？就是上演动作戏了，是吧？对，上演啊，嘣嘎哎呀，就这些。行，那这个应该就看不了现场版了。现场版这个就比较难超越。对，就拉，因为我们的你现在把灯拉了，我给你演个。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动作幅度比较大，如果你要持续时间多久？那说要多久有多久。一般就是没有灯的时候才会有，有灯的时候我们不演了。没灯的时候。对，持续很久。所以你要之后就精疲力尽了。一会儿要去那个屋试试吗？我们一起过去。好，那我们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有人看到小白穿女装来跳舞。有吗？上海吗？我怎么不记得？好，想问一下少爷当时的想法。我还没问过。啊，你没问过吗？让我采访一下。那你觉得少爷我想先问小白，你觉得少爷当时的内心想法应该是怎么样？好恶心。真的假的？好恶心，但是没办法，硬着头皮吧。你觉得这是少爷当时内心的想法吗？那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吧。1、2、3，好恶心。不是，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其实我之前是在那个网上看过他的女装的视频，因为他有一个话剧，然后还有一个舞蹈，就他们对就是这有2个。然后呢，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蛮好笑的，我就觉得他也对艺术来说蛮放松的，就是蛮放得开的。对，呈现很自然，并且就是对于粉丝回馈啊之类的，他给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但是说实话，在上海那一场，我是亲眼目睹的。现场。对，我告诉你，那个假发不好看，要不然我可以更好。怪他们了。天哪，那我得，你说如果假发好看的话，我得迷成什么样？太假。那先说说上次被迷成什么样？因为我说实话，上次就是我是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就是没有现场见。对，然后所以我那天是在侧幕条嘛站着嘛，然后他们那个黑马胖子还是多多给我拉上去的吧。我是觉得我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敢直视看他，因为我第一次见他这样，知道吧？觉得我精神不太好。不，就是我没有这样看过嘛。所以你看到我那一刻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我觉得你蛮适合女孩，就长头发的，真的，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觉得这段要反复播哎。因为他穿了之后，我也不知道你这前凸后翘的穿的那个紧身的那个衣服，然后那个还大劈叉，就是很兴奋啊，那个。反应很兴奋。对，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哎，我也想看你女装。那你就这样，你投资一个戏，然后这个剧本我非常喜欢的情况下，我愿意为艺术牺牲，好吧？那我一会儿回去就给你导一出，就是希望你的 MV 就可以请少爷了。对，就是女主角是吧？女主角吗？可以，女主角就是你。我跟你讲，我扮女装可好看了，韩国小公主。是吧？韩国小公主。因为他们给我 P 了2张照片。韩范儿的。韩范儿的，可美轮美奂。那我给你弄一个空气刘海，你就当我那个 MV 的女主角吧，可以吧？当然可以，我当然可以，粉丝也当然可以。行，好，就这么定了。上海见面会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啊，上海见面会的时候2个人一起看了小黑屋的那个舞动之后呢，那天晚上有没有彼此的交换过心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肯定心情特别激动嘛，然后看完之后冷静了之后，有没有交换过这种感觉？因为上海那一场见面会是我们的第一场见面会，所以无论是在于准备节目和我们2个的兴奋度，还有跟粉丝急于见面的这种感觉来说，都是处于最高点的。然后那天我们2个可能，我相信像你们歌手也是吧，就是在台上都会很兴奋，对吧？会兴奋一点，对。然后那下来之后，特别是在最后一段，我们唱了一次就好，然后看了小黑屋，因为那一段小黑屋是他第一次听我说那样的话，我第一次听他说那样的话，因为这个小助手是没有给我们看过的，我们是之前我们2个是知道的有录，各自有录，但是不知道说的内容，对，所以那天就是，我是蛮吃惊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很会表达的人，所以那天有表达出来。对啊，就是你说的，虽然说，支离破碎的，就是需要我在脑子里组装嘛，但是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然后那是他第一次向我表达这种他的想法，所以我很感动。
然后结束了之后，我们两个也有聊了一聊啊，就今天的见面会，然后包括就小黑屋的事情，这样就简单聊了一聊。就是其实当时我们看完之后，我们两个都就哭得蛮厉害的。然后我哭的时候，他在安慰我，然后他哭的时候，对，所以就。然后他们说金牛座的人比较容易。其实你知道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如果那一刻结束的话，我们两个不需要说什么，就是对视一个眼神，就互相都懂了，就是这样。因为你会觉得，就从拍戏到现在，就是很多东西都给你组装起来了嘛，就是历时这么久，然后包括我们拉的宣传阵仗也蛮久的。就是我不知道粉丝们其实心里面到底累不累，就是跟着我们一起这样。但是就是我们两个当然会想尽快的就有最好的状态或者最好的表现这样。OK， 那小白看完之后有什么有跟那个少爷交流吗？没有，当下没有及时的缓过来，就是还对，连主持人都沉浸在主持人在后面哭，主持人在后面哭了，然后就几度哽咽。对，然后我们就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去吃东西了，就是也没怎么提，就是太提这件事情，但是都知道了。就像他说的，就是有首歌叫《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对，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说太多的话也没什么用。我们跟粉丝说的话已经够多的了，我们两个互相聊天说的话也够多的了。在那种此时此景的情况下，就不需要那种。但是主持人，我觉得他后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他几度哽咽之后说：“生命中有一个这样的人真好”的时候，我觉得主持人他觉得好美好。对，主持人好像陷入了对。那一场那一块我想要不要我开挂，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主持，他跟着我们一起就没有在讲话，所以我相信那个氛围就是真的感情流露是骗不了人的。对，我相信因为感情是真的，其实你们之前肯定彼此之间已经感受到了，只不过这次是开诚布公的表现出来。对，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些感情什么鬼，都觉得还蛮接受。好，那下一个问题是问少爷，就是私下会不会点歌让小白来唱？偶尔吧。点不可抗力，让我唱。我们两个就互相点，互相唱。对，我那天唱不可抗力怎么样？很好。我很好，我没有撒谎，真的很好。是吗？因为你唱的歌都很好听，真的，他唱儿歌唱都很好。太恶心了，我接不最下去了。近我总夸你，你为什么总是？对，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一个团队啊，都很假。现在就是圆圆和你两个人一起夸我，夸的我有点慌。对，怎么办？惠子小姐，救救我！那点的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让小白唱，有印象吗？哎，有一个那个李治廷那个有合唱过吗？那个不想睡，他喜欢听那个，还有那个李治廷的《年少轻狂》。因为不想睡是这样，就是我们当时在剧组里面，然后我们两个是有一台那个车嘛，每天收工了之后，我们两个就会坐上那辆车。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两个就每天的戏份很大，然后又很累，所以坐上车之后，就是有的时候就不想讲话嘛。就灯一拉了之后，我们就会一觉睡到宾馆。然后他就有一天突然唱了这首歌，这首歌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听到的，也是首老歌，叫《不想睡》。但他不知道你很小的时候听过。对，然后他突然唱了一下，我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叫什么名字。回想起来，我回想起来了。然后我回到宾馆之后，我就把这首歌就又重新放到了我的歌单里。发现我没有我唱的好。这是实话，我撒谎天打雷劈。真的，我就觉得，哎，他当时唱的真的特别好听，才让我一下子就觉得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那为什么不到宾馆之后让他再面对面给你唱一次？你也是想太多。因为太累了，我们两个经常2、3点钟才睡觉，你知道吗？对。小白点的最多的歌是什么？让少爷唱。切歌。切歌。对，就是他每次点歌的时候，我点的最多的是那个切歌键，因为我这样不太好吧？少爷唱梦唱的挺好的。大部分都是切歌是吗？少爷，我有一次不给你唱拨浪鼓，唱的也挺好吗？少爷每次进去的话就点我的歌，还挺支持我的。就一看就是私下有练过，对不对？对？切歌。行好，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啊，那个可能学分题要开始跳了。
下个问题是，我们知道少爷是朝鲜族的，会不会说韩语？其实我本身我户口上不是鲜族的，我爸爸是鲜族人，然后我从小待的那个地方，我们家东北有很多鲜族嘛，但我待的那个地方不是鲜族集中待的地方，所以我们鲜族集中待的地方，他们是每天的日常都是用鲜族话说的，那我就会说一点，就不那比如说王博文真帅的毛。听说你在上海的时候，那个说那个上海话，我爱你，韩语会说吗？哦，我爱你对，사랑해요。不要对着我说，对着小孩说啊。对不要对着我说，对着谁说？对着他说，对着镜头说。 저는너무너무 사랑해。啥？就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你。少爷在看你，你为什么不看他最近很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烦他。好，哎，那朝鲜我们家门口那个做那个拌菜都很好吃，我会做你会做吗？会。那你回去给我做尝尝呗。哎，那个可麻烦了，我给你买点吧。不是，你知道吗？做那个泡菜啊，你要把那个，我不要辣白菜，不用发酵那种的，我那你要什么牛板筋那种的。牛板筋我不会。牛板筋不会。我上哪给你弄牛板筋这个原料去？我要杀头牛吗，孩子？哎，什么都不会。我吹牛。我会宠你就可以了呀。没看。刚刚这段话大家听到没？微博重复发好，下个问题，小白最喜欢少爷叫自己什么？哎，你干嘛要把脸挡上？红了吗？是因为？没有啊，我就是突然喜欢这个熊是吧？不是掂量它的重量。好吧，小白最喜欢少爷叫自己什么？随便了。随便。对，别叫我大名就行。我记得就是有一次乌冬叫了大名，然后还在东北。哎，他知道挺多呀。你也是做了不少功课的。对呀。做功课。其实我是混迹网易的你们的粉丝啊。是吗？那你看过乌冬是吗？对，然后就是叫你王博本儿，然后那个 B 站就开始。那你是乌冬面吗？这个，咱们下一个问题，少爷最喜欢小白叫自己什么？是叫少爷。我觉得其实少爷挺好听的，他叫的挺好听的。他叫挺好听。并且我已经习惯了。他突然他这几次总叫我名字，我就突然觉得谁？我在哪儿？我是谁？这确实这样，是亲密过后，如果突然叫你名字，你会以为对方生气了，或者是觉得我做错事儿了，我没觉得他生气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平时在他面前都是男仆。真的假的？你能看出来他是男仆吗？看不出来。但是我看过有期是你邀请他看电影，然后少爷来的比较晚，然后就可能是磨磨唧唧，然后你就一直在生气。不过当然后来你送的那个充电器就 OK 了，就好。金从那边。那个充电器就是他老许愿，就许了800年了。我俩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要送我一个，到现在也才送。没有，从来没看他用过。我珍藏起来了。是不是送人了？我告诉你，我那个是爆款，很难买的。就是都已经脱销了，所以你肯定是送人了，或还是你给转卖了？不是？你绝对是这样的人。我下次乌冬的时候拿出来好不好？对啊，干嘛老诬赖我？就在镜头前是能的。好，有人问了，少爷，刚刚你说到你要去那个给小白做菜，有人就问说到底会不会做饭？因为我看你那个法国巴黎的乌冬，你给他点菜，正好点一个鸡蛋。我想先问你会不会做饭？我在很小的时候是会的，真的。对，并且其实我做饭吧，就有的人说好吃，有的人说不好吃，我可能只会那1-2样，就做的很好吃。我没吃过呀。你给我做过吗？我在法国给你做的都是屎吗？你做的那些东西都是成品，就是加热一下，那个不叫他做的，你那个有心就好了呀。有心就好。对啊。你这么好伺候啊？太难伺候吧，看见了吧？就是他说他我亲手为你做一个饭，买的都是成品，你觉得真诚吗？不是，也不是成品嘛，那面条我也是现煮啊，然后又方便面，就是面放里面，然后把那个调料放里，那用你做吗？但有一次是不是你主当了？少爷之前有许诺过给你，就说我要为你做一个什么什么菜。他刚才不是说给我做泡菜吗？然后还没说什么呢，就已经说麻烦了。你不是说你不吃辣白菜吗？是你先说。我只会做辣白菜。那好，那我吃。那回到做吧。所以少爷你做饭只会做辣白菜。不是，我做饭我有一道菜啊，就这道菜太牛了。说。就是东北的一道菜，有类似于乱炖，但是它其实不是，就是那个色香味儿啊，就很棒，真的，我不骗你。就是原料里面有土豆，有鸡腿，然后有枣子，就是这些东西，就是煮过的，就枣，大枣，
然后但是我好久好久都没做，因为现在都就别人给我做吧，我就好久没下厨了，之后就是手艺不行了。那你觉得现在如果这个秘密待会儿要公开了啊？就是他自己做饭为什么不能？毛，他为什么自己不有人拍下来了。他为什么自己不能做饭？是因为他昨天前天做饭的时候我不是做饭，是练魔术。自己给自己烧了，哦，我知道有粉丝很关心这件事情。对。他给自己了了。那少爷，你觉得你下次做饭最大的动力会是什么？让你做那个传说中的东北？最大的动力，我觉得应该是我饿死了，快要，就然后身边没有人管我。你是不是想听个浪漫的答案？我偏不给你。就是饿到不行，然后外卖所有的都没有了，只能自己的时候只能自己才会做饭。对，好吧，那上次在巴黎，你知道点了一个小白爱吃的，是不是故意的？我看懂了一个单词，然后你点了那个意面，就面条它不是那什么吗？不是英文吗？但是它后面有一点点。但正好又是小白最爱吃的。但其实其他的我也是没看懂，我就看懂了一个单词。真的是你最爱吃的吗，小白？就是相对那个西餐里，就是披萨和意面嘛，就是相对爱吃一点，因为不爱吃沙拉、什么汤什么这些都不爱。意面其实还 OK，而且我看你放了很多芝士粉，应该味道还不错。他吃什么特别好，特别爱吃。那天我们吃那个的时候，我还说呢，想那个巴黎的那个面了，那个好吃。那个披萨也好吃。对，披萨也好吃。对，上你吃那个披萨，我看到还有个鸡蛋。一下那个披萨就不见了，是都你吃的吗？我觉得其实那个披萨照起来很大，但是其实没有很大，它就这么大，然后很薄，很能吃的。然后就因为孕妇吃不下的，就都得自己来吃。母猪的产后护理。好，下个问题是提给小白的，被少爷宠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哇，这个问题你要详细回答。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想听一听，哎。他有宠过我吗？那少爷，我想先问你，你觉得小白会怎么回答？你觉得他被宠之后，他是什么感觉？看着我的表情啊。你觉得你宠 ？I don't care 你觉得你宠过我吗？我还不宠你吗？相对你对别人的话，对我是稍微算宠一点。不是稍微啊，应该是最宠的。是吗？我对别人，你问问他们，我理他们吗？好，小白，那你回答一下吧。既然他都说宠过你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认真回答一下。就是大家只看到了这些吗？我也有很宠他呀。对吧？我手都烧没毛了，你也没说关心我一下，我这全涂的药。我不是给你发微信，我不教训你了吗？对，他给我一顿骂，你知道吗？不关心我，因为你知道我昨天就前天啊，其实挺严重的，我差一点就见不到了。那个见不到了真的，因为毁容了呀，因为那个火就从我身上这个地方全部都烧了。头发全没了。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比如说真正跟你亲近的人，比如说像你妈，或者是你爸，或者是身边的很家人这种的，就是你受伤那一刻，他们不会问你怎么样，他们会骂你，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他们先关心是否真的安全。我也是先关心的，然后再骂他。对，他先问说怎么样，我去严不严重之类的，然后就骂。怎么骂？我那时候还在涂药的，就噼里啪啦一顿骂，我也就是他。我说你可以没有文化，但不能没有常识。但我很有文化呀。对，你很有文化。然后呢？还有没有生活常识，不像我这样从小就在外打拼的人，很不容易。欧某，哎呦！所以我觉得生活上你真的是，我生活上的常识确实是不太好，就是哎呀，这一点确实是。尽量让粉丝少担心比较好。对，确实，所以我昨天都没敢说，昨天是一朋友直播里面说了一下，就是确实挺严重的。哪个？我也挺害怕。是那田老师啊？谁直播说？就说了一下这个事儿，然后有粉丝就知道了。其实就哎呀，我觉得就没关系。但是这个东西，反正我是失败了，我就算了。我烧的寂寞。The next station。哇，这个问题是网友比较执着的啊，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问过，就是想知道两个人的手机备注到底是什么。小白啊。你呢？小白吗？少爷，我是少爷，但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为什么小白刚刚会想那么久？是因为之前不是小白是吗？备注。我说我想，他叫我还是我叫他？因为他说备注是小白的时候，他绝对不叫我小白。不相信。对，你觉得应该是什么？肯定是很难听的一些话。比如说，为什么要告诉你？又要攻击主持人难听的话。因为粉丝想知道。
就类似什么个狗什么之类的吧。但是一般难听的话都不要出来的。如果你真正跟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吗？那一会儿我下直播的时候骂你一顿好吧？我的意思是手机备注手机备注。对，就一般就是叫大名的这种，就是还是没有那么熟，是吧？我的手机备注里面，如果这样吧，就问一下吧，你们有没有修改过手机备注？还是一直都是对方一直都是这个？那当然有修改，对我经常修改多次呢。多次。是什么情况下会修改？心血来潮，就当下有一些什么奇怪的一些话梗啊，或者是他说错话什么的，就改成那个。对，然后过2天他又有新东西出现，就会替换掉。他经常出现一些什么奇葩的，哎，为什么不让我说了？没有啊，哎，这不让我说了，就一些奇怪的。好吧，下一个问题，两个人在私下谁比较主动？我都快主动死了。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哎，一提到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直播多长时间啊？我也说不完。你说多长时间，我们直播多长时间？就是比如说你要约他吃个饭啊，看个电影啊，见个面啊，他都迟到。这都是你主动。咱俩谁迟到？王博文。今天是我主动的邀请你的吧？我今天说看电影也是我主动邀请你的。我今天先说的，我说咱们结束之后要不要去看那个死兔子？哇！我不能说死兔子，那个叫什么？那个电影叫什么？宠爱大机密，对。看这个了吗？他的。然后呢？想证明什么？就是转让给我了，就我们2个今天就是带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哇塞！好吧，但是你们还是没有回答到底谁迟到比较多。他迟到多，他没时间观念。工作上我迟到的比较多，但是私下约会的话，他迟到的比较多。哎，你说这个好不好笑？可能他好不好笑？不太重视我这个人吧。不是，就是我在我理解是这样。不能这么说，感觉我像不重视工作一样。没有，只是说我们总体来讲的话，可能是稍微主动一点，这个同意吗？就是不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就是我迟到多一点，我同意。就是我迟到不是那种大迟到，就是差个几分钟，我总是差那个1-2分钟，这个是我最大的问题。咱俩的手表是不在一个国家吗？所以以后惠子小姐提12点通告就告诉11点半，我绝对不会迟到了。他们这次就用的这个办法，今天告诉我1点活动，其实2点半才开始。好吧，那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具体到谁约谁多一些。多一些，我觉得这个就很好。是这样的，就近期呢，我们2个都是没有说谁约谁了，就是碰到了一起就就碰到了，然后就互相说点什么，那一起干就这样。但是在这之前是，你昨天不是睡得挺早的，今天怎么这么困？在这之前是我约他比较多。小白同意吗？这个同意吗？可以，差不多吧。对，如果不说一个也进行不了到下一题嘛，所以就这样。对。好吧，那既然少爷阅读，下一个问题哈，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小白打一次乒乓球？随时，因为对。我记得。怎么了？这感觉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问题，然后甩给我。如果你和少爷打乒乓球，你会让他几个球？是。我可以用脚跟他打。少爷，我想问一下，此时你内心的感受。我们2个打过乒乓球，不是刚刚吗？所以我现在一提乒乓球我就来气。但是那次虽然说我获得了冠军，但是我是用魔方打的。他是用魔方铲子那些东西跟我打。这样吧，就是这2天我们约一次，认认真真的去打一次乒乓球，让你感受一下我的功力。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你跟我打，你展示不出来功力。能，因为我还没等发球呢，你就赢了。我就想试一，就是你没有跟我一来一回的那种感觉，你是没有的。我带一个专业的，我先跟你打完，然后让我再学习一下我们之间训练是什么感觉，好不好？试试。但是我感觉虽然你们2个约架，但我记得上次在巴黎的时候，少爷有主动说过，你上次跟着队友一起来巴黎打乒乓球是拿了冠军，对吧？对，还是有夸过。就青少年时期。他说他有夸过我，他这事儿他就说你拿了冠军啊，是他主动说的。对，我这个事情说了多少次了？我很以你为骄傲的，你知道我对于这种赛事是很骄傲的。但是有人问我为什么转型当歌手，他是说因为他打不下去了。我那个是开玩笑啦，你看开玩笑，你我只记住不好的，好的我记不住的。我开玩笑和认真说，他永远是分不清，对，傻分不清楚。多说几遍他就能分清楚了。
对，还是说的少，你看到了吗？点你呢。以后多夸我一点。你看圆圆现在，我看着他，就是我想被夸的时候，就看他一眼就可以了，一个微笑，一个眼神足以，不用他说话。那我现在一个眼神，你啥感觉？就是凶，我害怕他。我现在看他，我就浑身发抖，瑟瑟发抖。好的，有网友关注小白的腰，他们说小白腰不好是什么时候落下的病的？职业病。职业病就是驼背，然后腰间盘突出，我们都有这个病，但有的人是膨出，有的人突出，我是比较严重的突出，但是我现在就不打了之后就好了。你也不秃啊？就是正常看是看不出来，但是拍片能看出来。对，摸也摸不出来。腰间盘突出，会有一点。就说现在身体应该已经好很多，是吧？对，我身体没有问题，现在很健康。对。好，上次那个少爷在上海和广州见面会的时候画了2幅小白的画像，那这2幅画现在去哪儿了呢？去哪儿了？你问谁呢？去哪儿了？给我，我没有收到。我当时给你画完之后，你为什么不拿着？没有人给到我，是不是丢了？给我。在谁那儿？在道具老师那儿。对他可能给我们没收了。他是不是拿？天呐，他知不知道我一幅画多少钱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小白来回答，因为是画给你。就对我很有意义。对，是很有意义。虽然很丑，但是 Excuse me， 但是为什么不给我？主办方在干嘛？逼我发火吗？这个锅甩得好。反正我现在还没看到啊。那这样吧，我再临时加问题，就是你当时看到这幅画，一定要说实话，第一感觉是什么？你不要掐我。我什么时候掐你了？我手都在这儿。你太能演了。就是因为他当时很快，他没有很细的画，但是他在那么快速度当中，他能一幅画画出很多含义来，他潜在的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会把这个他画的画讲成一个故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他的特色也就是在于这儿，他的段子和他画还有一些故事性，就不只是说他的画。最主要是思想。对，所以我说你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是在你的画中都能体现出你是一个就是画的一个诗人。所以咱们两个一文一武不挺好的吗？所以我也是总结了，你可能是因为画的不好，所以你只能在这上面做一些功夫啊。所以当时你的第一感觉就是多能演，复杂的情感是吧？掐我！天啊！抱歉，我们这个直播，所以不能对任何片段有剪辑，所以刚刚掐的那一段也是播出去的。我把手还是放前面吧，要不然他一会儿又说我掐他了，太吓人了。好的，那个工作人员你撞我干嘛？刚刚又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天，他给我撞青了。鬼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好，工作人员今天我只剩20分钟，那现在先进行一个快问快答环节，如果再有多余的时间的话，我们再把时间分清。好。好的，少爷小白谁先来？不是一起是吧？不是一起是吗？好。快问快答是针对性 ，OK。好。洗澡先洗哪个部位？脸。少爷和钱谁更重要？少爷。最喜欢少爷送你的哪个礼物？狗衣服。少爷有没有对你凶过？天天。为什么？我气他。很多人说要睡少爷，你怎么看？睡吧。有没有趁少爷睡着的时候偷看他的脸？应该是他偷看我比较多吧。少爷对这个回答满意吗？10分打多少分？老10分打8分，就是我跟钱，你确定是我重要？你重要。哦，这个问题至于他是金牛座，你知道吗？我知道啊，金牛。他总给我算钱的事情的。没有，我告诉你，我是对钱比较敏感。第一件事情我会想到钱，但不是说我在意钱。我明白了，他觉得我跟钱比，我比较值钱。我觉得这方面含义，但还有其他更多的含义在里面。你这样想就是你很伤我的心，你知道吗？我没有这么想，我只是觉得你是无价的，没有办法用钱来衡量。但是你说这句话，就感觉我好像在你身上能赚多少钱一样。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想让你说我是无价的这句话。少爷的目的达到了。好的，那快问快答到少爷了啊，小心一点。中秋会送小白什么礼物？月饼。觉得小白穿衣服好看还是不穿衣服好看？不穿衣服好看。
会为小白穿一次女装吗？不会。最喜欢小白怎么叫你？少爷。最喜欢小白怎么叫你？是老公还是老公？这个他。下一个，小白最伤你的一句话是什么 ？I don't care。有没有趁小白睡着的时候偷看他的脸？我比他先睡着。你知道，因为他经常会就我跟他说点什么特别正经的事儿，或者是一些严肃的事情，就是他无力辩驳的时候，他就会说 I don't care。OK。这是他的小口头禅。所以你觉得他比较少。所以你觉得他的这句话比较伤到你？是什么鬼？还有配音。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不开心。就觉得 don't care 就相当于是不关注。对。没有放在心上。对，就是你知道这种话说完之后，你就不知道要接什么。那小白会因为这个以后少说这句话吗？不会啊。I don't care。好吧，那小白对刚刚少爷的那个快问快答回答满意吗？一般吧。那我再加个问题，少爷，我再加个问题，钱和小白谁更重要？他呀，我不在乎钱的，我真不在乎钱的，我是卡里面没多少钱，他都知道的。所以你是觉得我可以去，比如说去一些夜市跳舞，然后前面放个铁盆能给你赚钱，是吗？这个想象力好丰富。是吧？你是疯了吗？为什么要去夜市跳舞啊？你有那么多大舞台，你不上？小白相信吗？你相信少爷说你比钱更重要？你相信？不相信。你不相信？你觉得我认为钱更重要？对。你们俩对这个回答都不相信。但我相信你们应该只是因为钱对钱没什么概念吧？没有，我们对钱很敏感的。好的，那我们还有最后几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们可以回答的详细一点，就是少爷和小白之后还有没有合作的计划？因为我相信这肯定也是粉丝们。是，其实这个之前我们也有很多记者呀，包括粉丝们也问过我们。我们两个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两个当然希望会有更多的一起合作的东西，无论是影视剧也好，书籍也好，唱片也好。对，那么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是要随缘。就是有很多现在也有来找过我们的，但是我们觉得，比如说本子不好，或者是两个角色是吧？那就希望能碰到一个更好的，就让我们两个双方都满意，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演完之后应该会很好，我们也都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我们在期待这个。所以就不排除以后肯定还是会有在。不排斥啊，当然不排斥，因为两个人的默契度已经很好了的话，在一起无论做什么事情，我相信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说，再次合作的话，就是可以不能比不可抗力要差，对，一定要超越它，或者是跟它一样。你觉得是不是很难超越了？不会啊，是吗？不会。其实像你刚刚说，不光是电影嘛，你刚才说书啊、歌啊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对。其实我就像之前开头说的，合作一个 MV 多好。好，那他刚才说他不可以为我穿裙子，我很生气这件事情。我穿不了裙子。那我那次就算是为你穿裙子。对，他是为你穿的。为什么你就不可以啊？我为你光腚。哇，什么时候？你看。因为我代表了粉丝反应，好吗？可以，你做不到的东西，你不要乱承诺，好吗？小白，谁跟你说我做不到？刚刚那句话可以为你什么？光腚是？对，了解。光腚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不懂啊。那少爷解释一下。回去教他。回去你光给我看，行不行？我看看，我学习一下，我就知道了。小白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就是之后合作计划什么的怎么看？之后就是我要发我的专辑，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还是有机会就会在一起，然后有合适的肯定会合作，不管是像他说的音乐啊、影视，还有其他所有，包括运动上面都可以一起出去，就是生活上的一些运动，可以啊，什么双人瑜伽什么的，夜跑啊之类的，都可以尝试。OK， 所以是说两个人都是期待今后有合作的哈。对，有机会，我们希望有更好的东西带给大家。有考虑过再写一首歌给少爷，就是他唱你作曲。又说这事情，我一直有在给他找合适他的歌，我给他写。上次我给他听过一个，他觉得太高了，不太适合。你觉得少爷合适什么歌？就是比较民谣一点。或者是他的声音是中低音比较好，
然后他自己能驾驭的音域，他是很有魅力的声音。然后呢，他唱歌属于那种，没有太多修饰的，就是很直接诉说式的对，诉说式的。所以像陈奕迅的那种好久不见的那种感觉，可能更适合他。所以我也有在根据他的嗓音为他量身定做。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是蛮极端的人，就比如说我要是听一场音乐会，不然的话你就纯交响乐，不然的话你就是拿一把木吉他唱民谣，不然的话你就非常强烈的重金属。对，我不太喜欢特别的对电子或者什么流行，我不是特别喜欢，我喜欢干脆一点。那我的演唱会你去吗？当然要去啊！当然要去啊！我觉得少爷，我不跟你讲了吗？你的人生第一个演唱会，我无论是我在哪儿，或者是说我那个时候是红也好，然后或者是已经落魄到不行也好，我都会去的。你的第一场演唱会，你落魄到不行的时候，我也不邀请你啊。我站在门口听。对，逗他玩了，逗他玩了。好，下一个问题针对个人。完了，说错话，不要攻击我啊！我开玩笑的。对，刚才那句话肯定是开玩笑的，不要在意。好，二位对自己以后的发展哭了吗？是真的哭了吗？反劲儿。后面怎么样？下次演唱会的时候用身体力行的证明给他看就行。好，二位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定位是什么？这个要不小白先来回答吧。刚刚是少爷先回答。少爷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是自己的。没有，我想回答一下你的，不可以吗？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你说少爷定位。少爷定位就是他想做影帝，然后他想做一个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他想可以演到60岁。不是80岁吗？你之前说的。就是60岁之后就可能会有一些老年疾病吧。但是如果少爷可以，也是可以说如果有合适的角色，他希望他演到他呼吸最后一刻。还有吗？还有关于他的定位，你还有？没有了。那少爷对刚刚的这段回答怎么看？我甚至根本没有听进去。但是你说一下你对自己的定位。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还是音乐和影视一起嘛，但是我重心还是放在音乐上，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唱歌，然后现在接一些影视作品的话，也可以把我的音乐搭到戏里面，所以不冲突也不影响，所以我希望可以，音乐更突破自己，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然后影视呢，可以接一些适合自己的角色，然后突破一下自己吧。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说突破？你感觉现在哪个角色对你来讲是比较突破？其实影视方面对我来说，我都是觉得是突破，因为只要跟我自己不一样，都对我来说都是突破。因为我没有那么专业在影视方面，所以我很期待我尝试每一个角色，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都是有挑战的。但是我自己比较想尝试惊悚的或者是古装的，这两种。什么眼神儿？你觉得我古装会好看吗？看发型。你对，你要是轻装的话不会，咱俩轻装应该都不是特别好看。轻装是全秃，然后后面挂辫子嘛。轻装对脸部的要求是什么？就脑型了，它其实不是脸型，是脑型要很好。所以你觉得小白最适合哪个朝代？我觉得他应该都 OK 吧。对，就那种前面有一点头发什么那种，高一点的那种头发，像乔峰，你看过那种头发，我觉得挺适合你。那么老派，乔峰是谁？好吧。天龙八部。好，那个刚小白说到他要想尝试惊悚类的，少爷有想象过他演惊悚类会是什么？我也喜欢，我也喜欢。我们两个这个挺一致的。下一部戏不会是惊悚题材的吧？做一个惊悚算。是那天不是说过吗？就是我演他的灵魂，就是他的灵魂会出窍，出窍的时候我就过他，就是生活就是我，然后其实我们两个是一个人，就是共同的一个个体。你把这个说出去之后，然后人家写完之后不找他来演。不会。要不然你不是说你有很多钱之类的，要给我投戏吗？为什么小白想自己演？就是不是，灵魂的话戏肯定少啊，就是他可能半夜的时候才会出来，但是就早晚有一个人要演灵魂嘛，那他的一个是，就是他的外形我也演不了，所以我就演他的灵魂。不该长成少爷这个样子是吗？或者是你演我的灵魂，我演你的灵魂，我们两个都是个体，但是我们是双重人格，像连体婴一样。
其实之前小的时候我们是个连体婴，然后被一个东西就是给切开了。切开之后呢，我的身体里住着你的灵魂，你的身体。我觉得上跟你开玩笑的，哎呀。好吧，那行，那我们先来问问上野缓解一下。那上野对自己今后的定位是什么？我对于自己后面肯定是以接戏为主了，就接一些自己喜欢的戏，因为其实我现在，就之前也是有很多本子找过来，大家可能觉得我的产量很低，那之前呢是因为有好多朋友叫我去组里面就跟他们玩啊，什么接一些影视剧之外，那我现在其实蛮想接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举个例子，就是哪个方面？就是我没有尝试过，我感兴趣的这样的，所以现在也有2个项目在聊，我就看看，最后能定哪一个吧。就是所以我想把这个阵仗拉得长一点，是因为我想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前几天我就在微博上看一个粉丝留言啊，就是谈到我觉得其实他这样夸我虽然挺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话我挺喜欢的。不好意思，他说的。就是他讲说，说邵燕这样一个人看起来就是比较温柔嘛，然后就是可能跟从小画画有关，对不对？就是每天都坐在那儿画画，然后家教又很好，因为我妈管我管特别严，然后我妈妈又是跳舞的，所以从小在这种环境下的话，我的就包括我很文艺，我今年要出一本书，是我自己写的和自己画的，所以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很多修养或者是说一些礼貌问题，待人接事他肯定不会差的。这个粉丝是这样讲，虽然说他是在夸我了，就我可能把他说出来就觉得有点不要脸，但是我其实觉得我很喜欢他这样说我觉得这样是对我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之前我们2个有在聊过，说不管是各个行业啊，演艺圈也好，歌手也好，或者是作家圈也好等等，我们拼到最后一定是拼的修养，一定是拼的内涵，这是一定的。就是你2个人同时打擂的话，绝对是脑子里有东西的人他略胜一筹，你永远是文将。我很喜欢文人，所以我就喜欢我自己做事情沉一点慢一点，做事情一步一步来，然后每一步都有一点成绩或规划，就能看到我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对日后的一个规划。其实我看到豆瓣就是那个，我看了下面有粉丝留言说你的台词功力很好。台词的功力，其实说实话，我们2个的台词功力呢，他的原话是这样，就是说他感觉是如果把小说里的对话念出来会很尴尬，但是你念的不尴尬。那是因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说实话，我们北方人啊，特别是东北人，我们讲台词或者是讲这个话的话，会有点不吃香，因为我们会有东北话。其实我当时在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普通话特别好，因为有很多南方像四川的，他们都是在说方言。我心想，你们说的话别人都听不懂，我们说的话当然是。但是我的台词老师告诉我说，你要比他们下2年的苦功。他们只要把普通话念好，他们就完成了。你要念的是你的音调、你的尾音、你的所有东西、音律等等等等。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要下功夫的。那还好，我们2个就是可能在这个圈子里面时间久了吧，然后或者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待的，你不能就开玩笑可以说东北话，但是平时的话，对，平时东北话也是不太注意的时候，对，会有流露出来，会很严重。对刚刚少爷讲的这段台词的功力，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就是听不懂，就少爷是文人，我可能就是，但是你也同意，就是说，其实听到最后大家听的是内涵。对，就是少爷说都对。不是，你知道，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在看那个于丹教授，北师大的于丹，他在一个访问里面说余光中先生说李白啊，我当时特别有感触。他说李白先生9入豪场，3分笑成了那个笑气，然后余下的7分酿成了月光，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我是觉得你说从他嘴里面说出一个文人能有这样的一个分量，你不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延伸嘛？就无论是什么东西，它一定是要靠这个的，对不对？就是所以，但是我们当然也体育方面也是会那个加强一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虽然我们的访谈快结束了，但是少爷已经把我们整个访谈内容的主题给升华了，是吧？提拔了个高度，是不是？有没有上了一堂课？请关注孟瑞小课堂。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访谈，是讲座。
好的，时间不多了，那我们最后这样吧，少爷和小白每个人说一句想对对方最想说的一句话，然后这次少爷先开始吧。因为我们两个每天都说很多话，所以今天我对你想说的话就是，你一会儿到底陪不陪我去看那个死兔子？票我都买完了。啊，是今天的吗？对。对不起，我不能说，哎呀，这是直播。你知道前几天啊，我就说那个死兔子，然后因为我习惯了，然后有个网友就说我对动物有歧视，他说我说鱼是傻鱼，说兔子是死兔子。网友应该好，那就是一起看电影啊。小白想对少爷这样说。没什么要说的，我跟他天天都说，没什么话要说，跟他无话可说。那这样，我们还有遗留一点时间，我觉得不能浪费哈。刚才少爷讲了一段关于台词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现在呢，还有点时间留给小白吧，给大家说一下你的这个专辑好吗？好，反正这张专辑总共有5首歌，然后会有一些，我这张专辑很用心，就不管是想法、创意、歌曲，所有，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也不一样的风格，也有我自己写的歌，还有一些故事，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讲的。就是整个基本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期待一下我这张专辑，然后会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小白。好 ，OK， 好的就像之前说了，虽然我们经常把这个直播做成24小时，但是因为今天就只能做1个小时，还是非常感谢少爷和小白来做客我们网易大搭内容。